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这才是60加该有的秋季穿搭，不穿紧身裤，裙不上膝，比同龄人年轻10岁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订阅支持。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年过60依然优雅得体的女人？博主 Joan 就是典型，她不扮嫩，不端着，却总让人看不出年龄。远看是松弛有精神，近看是干净有分寸。秘诀不在减龄滤镜，而在无灵感穿法。年轻人穿不显老，中年人穿不装嫩，统一的都是线条利落，配色克制，细节到位。入秋更明显，它的搭配没有一丝季节的沉闷，色彩明媚但不刺眼，版型简洁却有结构感，整个人明亮优雅，很耐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我们就拆开来说，周安的无灵感公式到底怎么搭，秋日颜色怎么选，以及哪些单品最值得同龄姐妹照搬。1. 不穿紧身裤。很多姐妹因为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好，膝盖没能保护好，上了年纪之后就得了老寒腿。虽说现在还是早秋时节，天气还没有那么冷，但也早早地穿上了保暖的紧身裤。但是紧身裤很不适合我们胯宽，腿上有赘肉的姐妹们早秋穿。要是深秋，冬天我们在紧身裤外边再套一件外裤，什么身材缺陷就全都遮住了。但是现在早秋穿2层裤子太热了，紧身裤单穿又非常容易暴露我们的身材缺点。而且秋天的氛围本身给人的感觉就很沉闷，穿上包裹性那么强的裤子会加重这种沉闷感，显得老气。其实秋天护膝不一定非得穿紧身裤，材质好的直筒裤或者阔腿裤也同样能保护我们的膝盖。直筒裤或者阔腿裤听着更像是年轻人喜欢穿的裤子款式，但Joan姐秋天就很喜欢穿这2款裤子，而且她还非常会搭配，将秋天穿搭的轻盈透气飞层次感拿捏得刚刚好。穿阔腿裤最怕的就是臃肿和拖沓感。Joan姐解决阔腿裤拖沓感的方式是控制长度，尽量不要让阔腿裤盖过脚背，再搭配一双稍微带点跟的鞋子，就不会显得太拖沓了。处理臃肿的问题就更简单了，就是用常见的一紧一宽的穿搭技巧。阔腿裤本身已经很宽松了，所以上衣就要相对紧身一点了。但是要注意，这里的紧身不是说要穿得像果肉粽一样，只要看起来比下半身穿得紧一些就行，在视觉上形成一收一放的效果，就不会太显臃肿了。就像上图左Joan姐那样，选择一件灰色短款针织开衫，开衫的长度控制在腰部到臀部之间，搭配高腰阔腿裤，能自然拉高腰线，让腿部看起来更长，避免因上衣过长盖住臀部而显得比例失调。内搭是一件贴身的白色 T 恤，下身配牛仔高腰阔腿裤，阔腿裤的长度没盖过脚背，再搭配一双低跟鞋，简单大方又显精神，还能通过外套和内搭的层次感增加穿搭细节，不会单调。2. 裙不上膝。有些姐妹就说了，阔腿裤和紧身裤的裤腿太宽了，包不住膝盖，我觉得不舒服。那就穿裙子搭配质量好的丝袜，质量好的丝袜的包裹性比紧身裤好，保暖效果不比紧身裤差。Joan秋天经常穿裙子，她的裙子长度大多是盖过膝盖的，既能护住膝盖，又能把腿部线条修饰得柔和又流畅，就算有点小肉肉也完全看不出来。她有一些裙子就算不盖过膝盖的，也在膝盖附近，外搭一条长款大衣也能护住膝盖，还很有气场。她有时候会搭配肉色丝袜穿，要是天气暖和，不穿丝袜也没关系，露出一点小腿反倒更有清爽感。所以穿不穿丝袜还是看个人需求，
Joan 穿盖过膝盖的长裙时搭配的丝袜都挺厚实的，就像图中这样。Joan 的裙子款式那叫一个丰富，有时候穿的是缎面的，光泽感特别高级，穿上身整个人都显得非常优雅知性。搭配一双同色系的高跟鞋和草编包，秋天的氛围感一下子就出来了。60岁的姐妹这样穿，既有岁月沉淀的韵味，又有不被年龄定义的精致感。有时候穿的是粗花呢的套装裙，复古又精致，搭配珍珠项链和小皮鞋，往那儿一站，就是岁月从不败美人的最好诠释。看完 Joan 的秋日示范就明白了，显年轻从不是装嫩，而是把比例立住，把质感选对，把松弛留出来。裤装有度，裙摆有分寸，颜色与配饰点到为止。比起追流行，掌握可复制的方法更省心。中年女人穿衣掌握好这3个技巧，优雅感挡都挡不住。第一个技巧，颜色搭配抓准，稳中有亮。中年之后选颜色最忌讳2个极端，要么一身暗沉像蒙了层灰，要么花里胡哨像打翻了调色盘。真正显优雅的配色得是稳，自打底，再带点亮来提气。所谓稳，就是用基础色打地基，像米色、燕麦色、浅灰、卡其色这些颜色，不挑肤色，还自带成熟稳重感，穿在身上不容易出错。但光有基础色不够，容易显得寡淡，这时候就得加点亮色。不用太扎眼的荧光色，选那种低饱和度的彩色就好，比如莫兰迪色系里的豆沙粉、雾霾蓝、橄榄绿，或者带点灰度的紫色。这些颜色能给整体造型添点活力，又不会显得轻浮。第2个技巧，版型要藏肉不紧绷，合身不拖沓。中年女人穿衣，版型是重中之重。很多人要么穿得太紧，把身上的赘肉都勒出来了，要么穿得太松，像套了个麻袋，显矮又显壮。真正得体的版型得做到藏肉和显形兼顾。先说上衣，肩线一定要合身，太窄会显得肩膀溜，太宽又像偷穿了别人的衣服。袖子长度也有讲究，七分袖或者盖过手腕一点点的长度最显利落，太长堆在手上显邋遢，太短露太多胳膊又容易暴露。白白肉，腰部别选那种死死勒住的，稍微有点余量，或者用腰带轻轻收一下，能勾勒曲线又不紧绷。还有领口的设计，微领能拉长颈部线条，显得脸小，且能让衣服看着更有心思，不会显得呆板。下装的话，裤腿别太窄，直筒裤或阔腿裤就很友好，能遮住大腿和小腿的赘肉，还能拉长腿部线条。裙子长度过膝一点最合适，太长到脚踝容易压个子，太短又不够端庄。不管是裤子还是裙子，腰围都要合适，别勒出一圈肉，也别松垮到要掉下来，卡在最舒服的位置，行动自在，看着也顺眼。第3个技巧，用细节点睛，不堆砌，不单调。好多人觉得中年穿衣要朴素，结果穿得像白开水一样没味道。其实优雅的关键在于细节，用1-2处精致的小设计就能让整体造型活起来，还不会显得刻意。面料是最直观的细节，推荐选那种有质感的面料，比如垂坠的真丝、挺阔的棉麻、细腻的羊绒。这些面料自带高级感，哪怕款式简单，看着也舒服。别选太硬挺或者太粗糙的料子，贴身穿不舒服，看着也廉价。配饰是加分项，但别贪多。一条细细的项链，一对小巧的耳环，或者一条质感好的丝巾，就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比如穿一件简单的衬衫，脖子搭配项链，瞬间就有了层次感。包包和鞋子也要跟整体风格搭，别选太花哨的款式，
简约大方的设计更能衬出气质。到这里你会发现，优雅不等于花哨，真正难的是场合感这最后1公里。日常会穿不难，难在正式场合既庄重又有记忆点，怎样不失分寸还显精神。看一个标准答案就明白了。57岁的周涛，他把得体落到3件可执行的小事：衣要长，线条一体气，场自来；发要盘，颈肩清爽更精神；鞋要跟，步态立住更修长。婚宴、晚会、年会、领奖台皆适用，色彩克制，配饰简约，再加上这3步，优雅就有了秩序。正式场合穿衣的要点1：衣服要长。正式场合为什么更适合穿长一点的衣服？原因1：长款衣服更有气场，正式场合需要的是沉稳大气。短款的衣物显然无法满足这一点，尤其是短裙或者短裤的搭配，风格往往都显得比较休闲或者轻浮，整个人的气场看起来明显就比长裤、长裙弱一截。看周涛这2套搭配呈现出的气场就明显不同。原因2：长款的衣物降低露肤度，更得体。都说在正式场合穿衣服得体大方，不能太暴露和浮夸，其中的核心就是露肤有度。但如果刻意穿短袖、短裤、短裙，就会导致整个搭配有过多的皮肤暴露出来，就会严重拉低造型的优雅感和沉稳感，甚至一不小心还会显得轻浮。像周涛这样穿长款外套裤子，减少露肤度，且在合适的地方露出肌肤，才能优雅的刚刚好。选长款衣服时，周涛有什么技巧？技巧1：衣服版型要选对，太松垮、太紧身都绕开走。虽然正式场合穿衣服裤子的时候更推荐大家选长款，但也不是随便选一件衣服把自己的身材遮住就行了，尤其是版型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看了周涛的搭配，我发现正式场合穿衣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衣服不能太松垮，要不然穿在身上会感觉特别的邋遢，没型没质感，廉价感就这么暴露出来了。也不能追求太紧身的版型，尤其是连衣裙，太紧身特别挑身材，有点赘肉或者胯宽的问题都会被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，一点都不美观，穿在身上也很难受，简直就是自找苦吃。就学周涛这样选松紧适度的衣服，该紧的地方修身一点，该宽松的地方就给肌肤留出一点空间，才能兼具显瘦和时髦。技巧2：衣服颜色要选得妙，太暗沉的色彩会显老。长款衣服在全身的视觉占比面积会比较大，所以选颜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要是太暗沉，大面积铺在我们身上，就很容易显得老气横秋，导致时尚度下降。周涛在这个年纪就没有死守黑色灰色服饰，而是巧妙地利用了低饱和度的彩色服饰，既达到了减龄效果，也能衬得肤色更白，时尚度还不经意间拉高了。技巧3：保留合适的露肤，能降低沉闷感。长款衣服容易显得闷，这也是让很多人苦恼的地方。其实穿长衣长裙的时候，咱们只要在合适的地方露肤就行了，比如露出锁骨、手腕、脚踝这些部位，都可以缓解长款衣服带来的压抑感，让我们的造型更有透气感和呼吸感。正式场合打扮的要点2：头发要盘起来。看对比才明白，盘发比披发更有气质，披发会显得邋遢，盘发更利落。正式场合的发型也不能随意打理。虽然很多人都觉得披发优雅有女人味，但披发的造型往往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的时间打理，一旦没打理，就很容易因为走动、风吹变得凌乱。此外，披发也会遮住肩膀和颈部线条，
导致上半身看着局促。对比之下，盘发造型的利落感和整洁度就会高得多，露出脖颈也更清爽大气。跟着周涛学盘发，优雅范儿拉满，盘发的头顶不能太紧，拉出蓬松感，更显脸小。周涛的骨相美确实很绝，盘发造型更是完全发挥出了他的面部优势，能完整露出脸部轮廓，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又精神。但他的盘发并不是随便一盘，还是有不少技巧的。比如盘发的头顶千万不能贴着头皮，要不然就会显得颅顶扁平，脸大。最好在盘发的时候将头顶拉出蓬松感，让头型更饱满，顺便修饰脸型。低盘发比高盘发更沉稳大气，盘发的高度也是需要我们好好考量的。在正式场合的搭配中，我们需要的是展现出沉稳大气的气质。比起高盘发，低盘发会更适合大部分人，因为这类盘发看起来没有高盘发那么高调和浮夸，中低的高度更符合成熟女性的优雅气质。正式场合打扮的要点3：鞋子要带跟。一要控制鞋跟的高度在5厘米以下，舒适还稳当。平底鞋固然舒适，但正式场合的搭配需要的是精致感和得体感。像小白鞋、运动鞋这类平底鞋就不适合出现在正式场合。你们看周涛的搭配就知道了，几乎每次出席活动都踩着高跟鞋，优雅感不经意间就散发出来了。PS 在选择带跟鞋的时候，周涛也从不选恨天高的款式，因为过高的鞋跟会导致走路不稳、磨脚甚至崴脚，3到5厘米最合适，既显高又稳当。2要鞋子颜色与衣同色，显腿长的隐藏密码。但是我们还要懂得根据穿衣风格选鞋子，毕竟正式场合的搭配讲究整体性，鞋子的颜色不能和衣着产生突兀感，所以你们最好别选撞色系的鞋子，和衣服裤子的颜色同色的带跟鞋才是最合适，能让腿部线条和衣服线条连为一体，从视觉上拉长下半身比例。3要穿带跟鞋，体态要稳，抬头挺胸才优雅。别以为穿上了带跟鞋的你气质就稳了，要是你的体态不好，穿带跟鞋反倒是会加重你的体态问题，尤其是驼背、含胸这些体态问题，一定要及时纠正过来。在穿带跟鞋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学习周涛，把自己的核心收紧，时时刻刻抬头、挺胸、收腹、提臀，肩膀也别绷着，适当的放松，整个人的体态看起来挺拔了才是真的美。周涛的正式场合穿搭简直就是活生生的脚踩，从控制衣服的长度、选择合适的鞋子，再到发型的选择，他都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示范。也想告诉大家，正式场合穿衣服真的不是越复杂越好，而是越精准越高级。女人到了60岁不是终点，退休后60岁的我没参加什么社团，不爱凑那热闹，就喜欢一个人待着。每天早上起来都用心洗漱，告诉镜中的自己，今天是余生最美好快乐的一天。今天天儿好，就穿那套白色的棉麻裙，要是阴雨天就换件暖紫色的针织衫，配条米色裤子，看着就舒心。吃完饭收拾利索了，我就去阳台浇花，月季该剪枝了，凌霄花该浇水了，忙活完了还会揪朵开得正好的花朵别在头发上，然后泡上一壶自己爱喝的茶，坐在窗边慢慢喝或院落，看着阳光洒在花上也洒在自己身上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可总有人跟我说，你又不参加社团，也不咋出门见人，收拾这么漂亮给谁看啊？每次听这话我都想笑，难道美非得是给别人看的吗？我穿得舒服好看，自己看着高兴，把花插在头上，低头喝水的时候瞥见，心情都能亮堂半天，这难道还不够美好吗？年轻时忙工作忙孩子，没心思琢磨这些，
现在闲下来了，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过日子。穿件好看的衣服，不是为了让谁夸我年轻，是觉得这日子得有滋有味。把自己收拾利索，也不是为了跟谁比，是不想委屈了自己。前几天楼下遛弯，张姐见我说，你一个人待着还这么讲究，我天天在家穿睡衣都懒得换。我跟她说，睡衣舒服是舒服，但偶尔换件漂亮衣服，就像给生活加了点糖，自己心里甜。后来她也试着穿了件新裙子，见了我还说，别说穿得好看点，做家务都有劲儿了。其实啊，60岁追求美，哪有那么多给谁看的说法？自己高兴，日子过得舒坦，比啥都强。我照样一个人喝茶、浇花，照样穿喜欢的衣服，照样把花插在头上。管别人怎么说呢？我自己的日子就得活出自己的喜欢劲儿，这才是退休后最该有的样子。60岁不是美的终点，而是美最从容的开始。因为这时候的美，没有了年轻时的青涩，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，没有了追逐潮流的焦虑，多了遵从内心的自在。这样的美更真实，也更动人。到头来，衣橱里最值钱的从不是 logo， 而是你的分寸感、场合感和自我感。色不喧哗，版不取宠，细节到位，白天为人，夜晚为己。60岁以后，美的方向从取悦别人转为照亮自己，把腰线立起来，把体态站起来，把心气提起来，对镜一笑，花在发间，风在袖口。愿你从今天起，不为年龄让步，不为流行驻足，衣由我选，气由我生，路由我走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